马来西亚沙巴雅比餐厅大合集，介绍最近我吃过的15家餐厅，我觉得不错的，排名不分先后。首先是新布兰海鲜楼，在沙沙人多到根本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呢，它有自己的停车位，还有龙虎斑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很漂亮啊！这金凤鱼，金凤鱼。老虎斑，这个是老虎斑。龙虎斑。原来是我听错了，是龙虎斑而不是老虎斑。龙虎斑是由沙巴大学研发而成，又称沙巴盾，是龙趸跟老虎斑杂交出来的品种，结合了龙趸的生长速度，还有鱼皮的厚实，再加上老虎斑的鱼肉的嫩滑，所以非常好吃。这条是1公斤的鱼，也才180，葱油豆腐、红酒牛尾都是必点的，芝奶油龙虾、树仔菜、苦瓜啊，咸蛋炒苦瓜。咸蛋炒苦瓜。这个是主角啊，龙虎斑，龙趸跟老虎斑的杂交，老虎鲨，超大的。这个是龙虎斑，哇，肉质超级紧实了。龙虾比较贵，要有心理准备。这只呢是360，其他都很便宜。第二家是万里香肉骨茶，其实沙巴的肉骨茶都很好吃，只要是你看着有人去的餐厅呢，就一定是好吃的。雅比至少有5家不同的好吃的肉骨茶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吃呢？对，就是要这样吃啊，就是要这样吃吗？本地人是这样子吃的，是加了什么东西啊？蒜米跟那个黑酱油、甜酱油、蒜跟黑酱油。甜酱油，有些人就会加一点辣椒。黑酱油。就是哦这样子，哇！但你不用那么多吧？等一下我已经吃完了。第三家就是新苏兰生肉面。那为什么叫做生肉面呢？其实它就是猪肉，但是穆斯林呢是不吃猪的。为了尊重穆斯林，让他们觉得华人不是在吃猪肉，于是在很久以前，马来西亚的猪肉就变成了生肉，所以叫做生肉面。猪杂汤粉起源于沙巴斗湖，切的肥薄的猪肉在大骨的汤头里面过一遍，配米粉或干捞面，简直一绝。这个就是生肉，这种颜色的面，看起来觉得好吃。那这些面呢，是你有一段时间不吃，就会想着要回去吃的。其实我当天是刚刚在旁边洗完牙。柠檬冰狗松，就是柠檬冰不要糖，为了控制体重。哎，从这个牙医这边呢后门走出来哈，就有万里香肉骨茶，这家很好吃的肉骨茶，是晚上来吃比较好。不过中午也可以啊，中午它有经济面饭，然后有很多的吃的，一出来全部都是。这边有炒粿条。这些餐厅呢，我都放到本期笔记里面，包括它的 Google Map。那光是这个位置呢，你就值得来一次，因为吃的选择太多了。其实还有复原，但是当天去的时候没有开门。这里还有个牙医是讲中文的。哦，有好多油条、烧饼。好多好吃的 curry puff 家常便饭。在这边你就能感受到本地人吃饭的价格真的是不贵啊，基本上就是10块马币就能解决一餐，大概也才2美刀。8个小鱼饼才2块马币，12个才3块。我从美国搬来雅比之后，真的感觉幸福感啊增加了10倍。复原茶餐厅在沙巴就有好多家，本地人呢叫做经济面饭，又便宜又好吃，种类又很全，炒饭炒面类的才2块多马币一份儿。拿西兰玛3块1马币，我要2个。这样子鸡蛋多少钱一个？5毛钱一个，5毛马币。哦，我要茄子，然后还有，哇，好像都很好吃的样子啊。我要苦瓜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肉饼啊？那个试一下吧。腐竹皮。腐竹皮吗？苦瓜还有鱼蛋。Ada satu mangkok kah? Macam ni. 它这个是，它鱼蛋怎么算呢？不一定要看情况。等下我拿个碗装。OK， 拿个碗装的。OK， 这边的 chicken 是一个大概3块马币 ，curry chicken 4块7，然后咖喱是要这样子称重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还有各式各样的早点。
还有小鱼、花生、炸春卷，大概价格是这样子啊，就是1.9马币一个 piece 这样大概的价格了。这样是2.6马币一个，面包3.9马币。啥？就所有东西加起来啊，包括2杯豆浆，44马币。招牌面包夹了牛油跟椰子酱，5块马币2套。第5家是强烈推荐的，叫做怡宝酿杂咖喱面。为什么叫酿杂呢？因为无论是豆腐、茄子、苦瓜、秋葵里面都酿了肉，而且它是每天自己新鲜做的咖喱，几乎是到了下午1、2点钟它就卖完了，就要等第2天了。这样啊 OK， 新年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秋葵 OK， 茄子，温吞呢？云吞炸不炸？炸了。炸。还有这边有 fish cake， 打包的我这边呢也有卖鸡，然后面是在这边自己选，自己做的鱼饼哦。你是要粉面吗？我要你说的那个薄的这个，薄薄的这个，对，干捞。OK， 够吗？够，我就 set 样本的这个。OK， 哦，你是样本因为它放久了会干嘛？哦，没事。你的汤要清汤还是咖喱汤？咖喱汤还是要 regular？ 他说他不想吃，你他一定会吃，你给他随便点吧。这是点鸡的，没关系啊。下他的那个面，就是这一种啊。然后哎，出来了。加这是自己做的酱油。那酱油自己做的吗？这个手打的酱油啊。酱油是我先生自己做。哇，怪不得那么香啊。我要收版权啊！版权还要收版权？这个是偷不走的，酱油都是你们自己做，最好吃就那个酱油。然后酱油只是我是几种产的，几种单一种是不好吃的。对，真的不一样。肯定。我儿子本来都说不要吃了。有现在就加面了。他要加面。要加面。因为他们很爱的，因为对超爱的朋友啊都是回老啊，他们亲戚都是回老啊，都是在外国英国，他们是英国的，他们很喜欢吃这里的咖喱面跟干捞面。对，就是那干捞面超好吃的，哎，哇，太美了！面来了，上面还有一些小吃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像是椰子糕啊。这家的咖喱是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有时候呢卖完的话呢，你就只能叫清汤了。所以要吃咖喱的话，就记得早一点去。它这边的鸡也是特别嫩哦，而且这些店铺基本上都是开了10几、20年，甚至30几年的老字号。那来沙巴就一定要吃龙躉。龙躉是沙巴的特产，是石斑鱼之王。这是在赌场里面的一家餐厅，叫做美味锅 Tasty Wok。它的龙躉鱼滑粉是真的好便宜啊，才29马币，6块钱美金，那么大一碗，如果要在美国卖的话，估计会是天价。它的这个鱼肉非常的嫩滑，它鱼皮呢也不会腥。我在沙巴必去的发记也点过龙躉米粉，但是它那个龙躉的皮呢稍微有点腥，我觉得这家的更好吃。这个餐厅其实是在沙巴的威尼斯人赌场里面的，所以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的游客，都是只是本地人会去，甚至本地人都不一定会去的。那在这边还有港式饮茶，是真的推了个小车出来给我们自己选的。对于我们从国外过来的人呢，这些价钱真的是很便宜啊，所以几乎都是一样一个就上吧。fish 买 fish 买哦，要不要来个 fish 买？可以啊。fish 买。发记是沙巴的老字号，基本上是游客必去，有几十年的历史。你可以看到它墙上全部都是跟名人的合照。发记老店的 menu 已经跟历史文物一样啊，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历史文物，据说已经传承了6年都没有换过。现在发记在沙巴已经有3家店了，但是它的老店呢是没有空调的，所以我一般就是去它苏瑞亚 Mall 3楼的那家分店。这些腐竹里面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，它的汤头一般有2种，一个是番茄，另外一个是冬阴，这碗就是冬阴的，超厚的龙躉，哇，这个鱼肉，龙躉。
八戒给的鱼肉是真的很足啊，但是它的价格也比较贵，我记得是要50还是60马币。那碗的量太大了，我是吃不完的。这个是应该叫做鹰嘴鱼啊，很大块的鱼，超大块啊！这碗就是番茄汤底，也很好吃。刚才说了一堆平时会去吃的，这个私房菜是一定要去试一下的。虽然价钱比较高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这边又是随便点，完全不会踩雷的一个地方。咸蛋炒苦瓜，哦，它这个太好吃，这个炸肉超脆、超酥脆的，还有这个鲍鱼菇，然后鸡呢就是哇，肉超结实的。Salted egg, bitter melon。这条斗昌鱼是可遇不可求的。自说自话的总裁曾经做过一集关于鲳鱼的视频，说鱼鳞破就死，阳光强死，同伴多死，同伴少也死，太吵死，太干净也死，出网死，沉底死，浮太快还是死。因为能够抓到一条新鲜的斗昌鱼，能够做清蒸的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而且清蒸的要求呢，这条鱼不能超过1.2公斤，它的体重必须在1到1.2之间。然后没吃过这个种鱼啊，不可以拿过网的，不能过网，那怎么那个大只能船拖回来的不可以拿，要用手钓啊。不是，就是那个渔船是它去到海中间是那个网放在海那边里面，然后那个鱼一穿过去就把它拉上来啊，这种叫正网。哦，你不可以拖的那些。拖网的出海回来3天4天5天了，然后再来过来这边1个礼拜了。哦上海的鱼来的。三打根运来的，对，上打根鱼，好好吃的一条鱼，很好吃，那个肉很好吃，对啊，超鲜美的，很 Q 弹，而且蒸那个时间要刚刚好，大概几分钟啊？开我的蒸火啦，大概是15 15分钟，15要很大很大的火，你啱啱好遇到今日呢條魚啊！好彩你頭日同我講，我嚟講打一條啫，第一條你唔會 anytime 人來嘅，隨時有到這個魚。因為他們知道我賣這種魚是肯定是真網的，拖網我不拿的，即係廣東話叫浸網啊。即係震暈咗，啊，暈咗之後，唔係你過咗嗰隻網嗰度就攞上嚟，踢住咗。哦，踢住咗個網嗰度啊，佢就唔亂走咗咯。如果係拖網嘅咧，佢就漁船嗰度捲上嚟，跟住擠喺個雪嗰度，個漁船嗰度就唔新鮮。4日嗰啲5日翻嚟咯，咁掟咗，翻嚟再攞嚟呢度俾你一個禮拜。唔靚啊！唔靚啊！刚才看到的就是老板也是大厨，他对食材新鲜程度还有烹饪的技巧呢有着执着的追求啊，他绝对是有匠人精神的大厨。而且他做的油炸的东西呢，我这个不太喜欢吃油炸的人，没吃一段时间都会想着回去再吃他的油炸，真的跟别的地方做出来的油炸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记得一定要预约，预定好位置再去哈。那吃完海鲜还是会想一下甜点的，之后就来介绍一下甜点。仁爱创办于1988年，在沙巴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。祖传独家秘方，古早调制，天然凉茶，滋润甜品专卖店。其实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小吃。其实在雅比这边的餐厅动不动就是30多年历史，而且人家是天天爆满。哇，好多啊！感觉好多都是好好吃啊。那这边的餐厅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半生熟蛋，雅比这边的鸡蛋都特别好吃。加胡椒粉呢是去腥，再加酱油呢是提味儿，再加上一片厚厚的烤吐司，无论是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可以进行享受南洋风味儿。李红豆、番薯糖水、椰子布丁，看一下，芒果荔枝冰沙、丹丹糯米糕，好多，太大了这个 ABC， 是蛋呢，夹的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是茄子夹肉、米粉。一餐锅糕，豆腐。吃甜品一定要试下这个 Lucky Bean， 也是超级好吃。哦，有 waffle， 有 hot dog， 豆花。这个豆腐花仙草呢，奶和糖都是自己加，想加多少就加多少。
下面是冰沙和黑糖，特别适合马来西亚这种天气。芒果西米、Popping Bubble 和柚子，这个必点，太好吃了。就连这边的鸡蛋仔的味道跟美国都不一样，这边的鸡蛋比较香。沙巴雅比这边的海鲜好吃，但是西餐也很好吃，下面就有2家介绍给大家。这个沙了， Just a mustard. 什么都有。 It's good mustard. 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Limau and Lemon， 本地人呢稍微觉得它的价格有点高，但是我们从美国回来完全不觉得。这个一定要拍一下， So nice, I wanna try. 真的是这儿的，好好看哦。Mason, look at this. 它的价格大概是美国的1/3，叫了9样东西加喝的，一共也才$80左右。这家叫做 Sow It Out， 是我们挺喜欢去的，因为小孩子有很多东西喜欢吃，所以经常来。火龙果汁 Dragon Fruit Drink， 海鲜沙拉 Seafood Salad， 蘑菇菠菜意粉 Mushroom Spinach Spaghetti， 咖喱球。你们是咖喱呀？好好吃啊。Choose salmon. Salmon。 I need to use the restroom. 哇， You want 这 to 样 see? 子。banana split 真的是有但 banana 怎么那么黄呢？它这个不会熟。这边的厕所是我见过最像台湾的厕所，因为可以给你拿纸巾喷酒精。其实我自从去过台湾，用酒精喷完纸，然后擦完厕所之后，我就觉得美国上厕所的时候给你一整张纸垫着，我觉得真的好浪费。在沙巴找厕所的确是一个难题，因为学校的厕所是蹲厕，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不愿意在学校上。下课之后把他们接出来吃东西，我通常都要找一个洗手间比较美的。贵家印度菜叫做嘎拉玛达斯，听说它之前只是一家很小的店，后来就搬到了这个比较大的地方，晚上呢非常的旺，几乎都是满的。那其实说贵价呢也没有很贵啦，就平均$10一个人左右，也不用加小费。他们厨房也挺大挺干净的，用的还是中式炒锅。马来西亚第3大族裔就是印度裔，他们的祖先下了南洋之后也都不回家了。Very nice. Oh, she from Indian China. style. Beijing. Oh, Beijing. I was there, Beijing, 45 days. Really? Yeah, I studied there. Yeah. You studied there? Langfang, Oh. Hebei province. You speak what? You speak? No, I was there in hotel management. Oh, studies. okay. Shangri-La Group. Oh, chili, dry chili. Shangri-La Group. Nice. Oh. Okay, enjoy. Thank you. 我先来了一个汤，我先试一下。哦，酸酸的 dry chili， 说是一定要 try。很香啊！这个是 lamb， 一定要来试一下，这家好吃。印度菜，你看一盘芭蕉叶，好吃，有点像那个虾片的感觉啊，对，超级好吃。至少有30年历史的五月花，在沙巴是根本订不到位，天天爆满。沙巴的老字号。茄子、酸木瓜，这个是鱼肚汤啊，猪扒、猪蹄，这是蔬菜菜的根啊，小羊还是小鹿啊？小鹿，不是小鹿啊，是鹿。哦，虾球，有金箔的红烧排骨，吃完晚餐再去吃甜品，有桃胶、芒果柚子西米露，还有芋圆红豆汤。 This is what you not see. Oh, look at that. 波霸奶茶火锅。哦 Okay, you guys. Okay. Boba milk tea hot pot， Okay. Still more. Let's see. 哇，这个冰沙等的时间比较长，但是真的很好吃，强烈建议叫一个冰沙类的。哦，好漂亮啊！这个，这家叫做金 Tea， 在 T1 和姨妈狗楼上都有。喜欢波霸奶茶还有冰沙的人一定不能错过。如果介绍这么多你都还想不到去吃什么的话，就来 Coffee 冰咖啡冰。它几乎有所有的你想得到的南洋菜。它在沙巴雅比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，现在有4家分店，在嘎亚街、
Sutra Avenue、Riverson、大麦 Plaza 都有分店。现在马上要新开的是在 Karamunsin， 暂时只有在雅比能吃到，但是听说要扩展到三大根和斗湖。我们一般实在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呢，就来 Kopi 冰了。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 Nasi Lemak 椰浆饭，再加上特制的炸鸡，还有很火的虾面，不要想歪啊，是用虾头跟虾壳煮出来的汤，然后再加上面，超鲜美。清淡一点就叫什锦米粉，还有海南鸡饭、牛杂米粉、瓦蛋河，还有咖鸭面包、半生熟蛋。除了巴古代肉骨茶之外呢，这边你想到的南洋菜它都有啊，还有各种咖啡、奶茶、拉茶、鸳鸯、薏米水，这个是我的最爱，叫做爆浆咖啡。这边是拿那个小纸和笔，然后就写号码就可以了。看图有所有的号码，就把 number 写上去。哦，椰浆饭吗？有豆腐呢 ，fried rice， 米粉，这个是对。然后还有这个炸的。哦，那是 fish cake， 我还以为豆腐哦。这个有茄子，你要吗？哎，欢迎。哦，好大一个，我都夹不起来哦，这么大一个。这是叫经济饭，为什么经济饭呢？是它便宜吗？便宜，然后你可以任选。就是好吃又大份哦。那沙巴这边其实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估计我去过的这几家呢，连1%都不到，因为还有好多地方都想要去吃，但是还没有时间去。之前有槟城的小伙伴留言叫我去槟城吃那边的小吃，但是呢，我们有好几个小伙伴是刚刚去完槟城，然后飞来沙巴雅比，就跟我们说这边的稍微更胜一筹，性价比更高啊。因为我暂时还没有去槟城，我去过吉隆坡，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好像沙巴这边的美食，就是如果你知道在哪里的话，比很多地方都多很多。如果你喜欢吃海鲜跟水果的话，这边就是天堂。石斑在其他地方的海域有时候是没办法产卵的，但是一旦来到沙巴这边呢，因为这边的海非常的平静，所以它每3个月就会产一次卵。这边的石斑鱼是全球出名的，西马那边如果要吃鱼的话，都是在沙巴进货。那喜欢吃水果的小伙伴来到沙巴也是会非常的幸福，因为这边是婆罗洲，是全球植物物种最多的一个岛。有些水果我是见都没见过啊，我们只知道猫山王和黑刺啊，但其实这边有红榴莲、橙榴莲、5颜6色的榴莲，还有各种本地榴莲，我那名字我都叫不出来，我觉得都比猫山王跟黑刺好吃，而且价格还很便宜。那其实呢，这边的小榴莲非常的便宜啊，可能几块钱就有交易。榴莲是越大越贵，有时候那个榴莲没有熟的时候，你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卖，但是它就是没那么好吃。那其实我觉得沙巴果比榴莲更好吃啊，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呢，一定要试下沙巴果。不行，我已经馋了，我再说下去都好要跑出去吃榴莲了。沙巴的美食呢，就足够是做一个频道的，因为种类太多了。那我就做成一个系列吧，这个是美食合集第1集，之后还有陆陆续续的美食合集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哈。所以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